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全网抢疯，肖战10日中烟李宁祖服直接卖断，带货实力堪称天花板。谁能想到，一部剧还没开拍，仅因为主演在开机仪式上穿了一件衣服，就能让这件衣服在24小时内全网断货。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2026年4月10日真实发生的事情。肖战主演的新剧《10日中烟》在青岛开机，他身穿一件李宁白色定制冲锋衣的官宣照一经曝光，这件同款冲锋衣的3款配色、多个尺寸便被粉丝迅速抢购一空，直接卖到下架。这已经不是肖战第一次展现如此恐怖的带货能力，但每一次发生，依然能引发行业内外的新一轮惊叹。10日中烟的开机日是2026年4月10日，当天，肖战以剧中角色旗下的中长发灰瞳造型亮相，一剧中烟之的十面接杀，这盘棋只能由其下来下的台词迅速引爆网络。然而，比角色造型更先出圈的是他身上那件简约清爽的白色冲锋衣。这件由李宁品牌提供的剧组同款服装，在开机图发布后，迅速成为粉丝追逐的目标。有信息显示，在开机次日上午，电商平台上该款式的多个颜色和尺码就已显示缺货。这不是李宁第一次跟随肖战进组，从《藏海传》到如今的《10日中烟》，李宁多次作为肖战所在剧组的服装赞助出现，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肖战在哪儿拍戏，李宁的服装就跟到哪儿。但这一次的销售速度依然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这款冲锋衣的官方售价在399元左右，优惠后约为320元。对于一件功能性服饰而言，能在一天内达到供不应求的局面，核心驱动力显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穿着它的人。肖战拥有庞大且粘性极高的粉丝群体，对于粉丝而言，购买偶像同款早已超越简单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表达支持、实现情感连结的方式。当开机现场图中，肖战自身的气质为那件冲锋衣赋予了额外的时尚质感时，粉丝的消费热情被瞬间点燃，催生了爆发式的购买。这种号召力并非凭空而来。早在2025年，肖战在另一部剧《谍报》上不封顶的预告片中，仅说了一句"给我打包的新馆的焖猪蹄"，就导致这家百年老字号订单量暴增4倍，焖猪蹄日销量从200斤猛增至700-800斤。这种效应在商业上被反复验证。2025年播出的《藏海传》在开播前就已成为优酷当年的招商金额与客户数量双冠王，最终品牌合作方超过60家，是2022年以来全网剧集招商品牌数 TOP1。更早之前，由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播出时，剧内外合作的广告品牌数量达到了37家，其中不少品牌如 Rossi Only、德芙等，其代言人正是肖战本人。品牌方看重的正是这种能将粉丝情感直接转化为消费数据的确定性能力。李宁与肖战的合作是解读这次秒空事件的另一个关键维度。2026年3月26日，李宁刚刚官宣与肖战续约，进入双方合作的第5年。在流量快速更迭的时代，这种长达5年的独家深度合作显得尤为特殊。李宁没有选择常见的流量快闪模式，而是将视觉资产和营销资源持续沉淀在肖战身上。结果是，肖战穿过的同款卫衣、袜子、熊猫 T 等多次成为断货爆款，甚至带动了李宁女性客群的显著增长。此次10日中烟剧组服秒空，正是这种长期绑定策略的一次高效变现。品牌方精准抓住了剧集开机的流量高峰，无需繁复的宣传铺垫，
仅凭明星穿搭和粉丝的自发传播，就完成了产品的快速销售与品牌声量的提升。对于李宁而言，这既是一次成功的销售战役，也是一次强化其与优质艺人绑定形象的品牌营销，实现了流量与商业价值的双重收割。这种合作模式，让品牌从单纯的带货关系升级为共同塑造品牌精神的伙伴。一件冲锋衣卖断货，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或许是《十日中烟》剧集本身。这部剧改编自番茄小说巅峰榜 TLB 的同名作品，原著累计阅读量超过9000万人次，本身拥有庞大的书粉基础。主演肖战饰演的旗下，更是书粉心中中胭脂的唯一真神，是一个拥有最强大脑、背负轮回记忆的复杂角色。剧集尚未正式开拍，便因同款服装断货事件频频登上热搜，成功收获了第一波巨大的市场关注度。这形成了一种明星带动品牌，品牌反哺剧集的循环。明星自带的庞大流量，通过粉丝的消费行为，被直观的验证并转化为剧集的前期热度和商业潜力。有行业信息指出，凭借肖战一贯的招商号召力，十日中烟在开机时已有大量品牌方主动接触，争夺未来的广告合作席位。这种未播先热的局面，为这部投资巨大、特效成本预估超过2亿元的奇幻冒险剧奠定了坚实的市场信心基础。当消费行为本身成为一场盛大的应援，当一件普通的剧组服装能撬动千万级的商业关注，我们究竟是在为产品买单，还是在为某种情感和身份认同付费？这种由顶级流量驱动的狂热消费，是文娱产业繁荣的健康注脚，还是折射出某种过于单一的价值评估体系？回到最初的问题，当一件普通的冲锋衣能够引发如此规模的抢购，我们究竟是在为产品买单，还是在为情感与认同付费？或许答案并不需要2选1。对大多数粉丝而言，这两者本就难以分割。产品只是一个具象的载体，而真正驱动消费的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情感连接。在合理范围内，这种基于情感的消费无可厚非，它甚至构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当这种情感被不断放大，甚至被利用为唯一驱动时，如何保持清醒与边界，便成为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只有当情绪与价值能够形成更健康的互动关系，这种看似疯狂的抢购奇观才不会仅仅停留在短暂的热闹之中，而能够转化为更长久、更稳定的行业活力。